过去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媒体在香港，尤其是在修例风波期间，丧失职业操守，一味地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打着维护新闻自由的幌子，肆意攻击和抹黑香港。日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一名驻港记者工作签证被香港特区政府拒签，此事又引发了一些西方媒体对香港新闻自由的炒作。外交部回应称，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的新闻自由以及各项权利都得到保证。事实上，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进入香港的境外新闻媒体及从业者有增无减。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总编辑贝德斯上周五发表声明称，香港特区政府已拒绝续签该杂志社驻港记者黄淑琳的工作签证。在周一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应询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有权就签证申请作出决定。签证事务是一国主权，香港特区政府有权依据一国两制和香港特区基本法就签证申请作出决定。澳大利亚籍的黄淑琳目前并不在香港，遭香港特区政府拒签，意味着她将无法返回香港工作。黄淑琳在社交媒体上说：“很遗憾，我将无法继续在香港报道。”事实上，黄淑琳为何被拒签？根据她过去的所作所为是显而易见的。黄淑琳在进入《经济学人》工作之前，曾供职于路透社和《金融时报》。香港修例风波期间，黄淑琳先在《金融时报》任职，在一系列对修例风波的报道中，抹黑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方，美化乱港分子和暴徒是惯常操作。他无视后者对香港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妄称他们是所谓为民主而战。此外，今年8月，《经济学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黄淑琳又编织出一幅香港工会被打压的所谓惨状。他以教协为例，对该组织多年来与乱港势力勾结、以政治凌驾教育等劣迹闭口不提，指称其已经切断了与一些反对派组织和国际教育组织的联系，试图和特区政府进行所谓的妥协，但仍没逃过解散命运。此类内容严重歪曲事实的报道多不胜数，却都反映了黄淑琳丧失职业操守、背弃新闻伦理，一味地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打着维护新闻自由的幌子，肆意攻击和抹黑香港国安法和香港新闻自由。黄的这种行为，他一直是在抹黑香港政府，也一直是在抹黑香港警方的正常执法，而且他很多的相关评论和报道都是在支持乱港分子和也支持暴徒的这些行为，所以这样的一些反中乱港的行为，当然要出面做制止。那拒绝续签已经算是好的了哈。我认为这种类似的行为放到任何一个国家，其实都是类似的这种处理方式，所以我觉得他这次并不冤哦。值得警惕的是，一些西方媒体又嗅到了在黄淑琳遭拒签一事上炒作的空间。路透社、卫报、美联社等报道时，不约而同地抛出所谓香港国安法压迫言论自由、香港新闻自由遭受侵蚀等荒谬说辞。甚至有外国记者试图炒作称，香港外国记者协会近一半记者考虑离开香港。而西方媒体自然也是这一领域的这个助推者，因为香港国安法的这个生效和落地实施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严重阻碍了他们去外去香港、去扭曲香港的这种报道的这种情况，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他当然要对此大做炒作啊。针对这种说法，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用数字拆穿了这一谎言。赵立坚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社会重回安定，法律体系更加完善，广大香港居民以及所有在港媒体记者享有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事实上，香港国安法实施后，进入香港的境外新闻媒体及从业者有增无减。截至2021年4月，驻港外媒总共有628名持工作签证外籍员工，相较去年同期增加98人，增幅为18.5%。数字不会说谎，希望有关方面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客观公正地开展涉港报道。香港入境事务处针对《经济学人》记者被拒签一事不作评论，称香港入境处会按照相关法律和政策处理美宗申请个案。有专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就保安或者其他事宜，有权接纳、延迟或拒绝任何申请人的工作签证。即使为工作签证设下条件，也是供求、入境政策或保安需要，也不用向他人解释。
香港由乱及治也更加深了与内地的联系。目前已经有16万港澳居民在内地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计划。为了让更多港人了解这一惠民政策，香港工联会、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周一举办内地社保政策分享会，希望鼓励更多港人参保，享受国民待遇，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国家人社部副部长李忠表示，内地容许港澳居民赴内地参加内地社保和医保计划，充分体现中央政府对香港长远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有力支持。为落实中央要求，回应香港同胞关切，我部会同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了《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暂行办法的颁布实施，明确香港同胞与内地居民享受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共同受到内地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香港长远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有力支持，对香港同胞福祉的关心关爱。